所有人都拿着10块钱和推门合影。今天来到了凤城，它位于重慶東北部，这里有白帝城以及长江三峽、瞿塘峡，我们就去探一下吧。前面就是白帝城，这里就是三峡之巅。当时建造了长江三峡水图，这里水位暴涨，所以说你如今看到的白帝城就像一座小島，并不像在古代的时候是一座山。那我們就通過這個風雨廊橋前往劉備托都的白帝城。東風大作，哇，可以看到這長江真的是很宏偉啊。風雨廊橋的盡頭，我們可以看到前方有一座雕像，那就是朱德統明的雕像。整個統明像真的很宏偉啊！後面還有一篇《出師表》。當時孫吳的呂蒙白衣渡江，擊敗了威震華夏的關羽，劉備因此大怒，於是派蜀軍進東孫吳，這也是三國著名的3大戰役之一——夷陵之戰。可惜陸遜火燒連營，打得劉備大敗而歸，然後就在此白帝城一病不起，然後他就托都給予了諸葛亮，從此3國的格局就此改變。這也就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個朱德統明的雕像。哇，這邊的長江，對面的大橋，真的很壯觀。整個白帝廟其實建在山上，那我們現在就上山去看一下這個白帝廟。現在我們就來到了白帝廟的正門。西漢末年，地方豪強冬松樹據屬稱帝，因此曾經常有白色雲霧繚繞，被附會為白龍現身。冬松樹自稱為白帝，這也就是白帝城這個名字的由來。當然，最著名的還是白帝城的劉備托都。那我們就去看一下白帝城劉備托都的景象。可以看到劉備當時托都的景象。那這就是劉備了，這就是諸葛亮，完美還原了當時劉備托都的景象。白帝城的兩旁，一旁有仙鶴，一旁有巨龍。下面還有一些霧氣，哇，真的飄飄欲仙啊！這個白帝城果然不一樣。那這就是觀星台了。而且還有一些宗武堂，裡面擺放了一些諸葛亮的畫像。這裡介紹了諸葛亮的事蹟，比如借東風、草船借箭，非常家喻戶曉的場景。
只可惜，整個三國時期沒有一個人是贏家，除了司馬。武侯祠已經很老舊了，上面都是灰。這裡是武將廳，哇，關羽、張飛、趙雲、馬超、黃忠、威嚴、嚴颜、姜維、王平、向寵。這裡全都是蜀漢武將，個個在三國時期都是大名鼎鼎，而且這些雕像做的也都非常精良和逼真，凸顯了當時武將的威嚴。這裡雕像全都是文臣。邓芝、庞統、張松、糜爛、蔣萬、費祎、孫乾、李嚴、董和、法正。這裡的文臣郎稍微就有一點遜色了。這是劉備，旁邊就是孔明。这就是著名的永安宫，也叫白帝。百家講壇的《一統天下三國》這裡都有。後主子就是指劉禪了，这个乐不思蜀的皇帝。虽然大家都在嘲笑刘禪很笨、很不聰明，但他可是活了很長時間了，而且還得以善終。所以說，這樂不思蜀的精神確實值得發揚光大。白帝廟的碑文真的很多，可以很好的了解蜀漢政權的變化以及歷史。這邊還有個蜀漢堂。這裡有一些石碑啊，昭烈皇帝劉備的碑墓。這就是白帝廟，雖然不大，但它也很好了解蜀漢集團以及當時劉備頗都的場景，同時也重塑了三國後期整個政治格局。10元人民幣的取景地，可以看到身後就是頹門。它是長江三峽第一峽瞿塘峽的路頭，可以看到身後的頹門像的門一樣的。整個頹門由兩岸對峙的刀山形成，北岸為白岩山，南岸為赤甲山。峽頭江面極窄，兩岸峭壁如斧臂刀削，形成門的形狀，氣勢宏偉，自獨有頹門天下雄之稱。
從三峽之巔來俯瞰整個三峽，這裡就是三峽之巔。那這裡為什麼叫做頹門呢？因為奉節的古稱叫做頹州，所以說這的門叫做頹門。那我們就坐渡輪去頹門那裡看一下吧。那最後我們可以離開白帝城，去往忠義渡头渡船，前往到对面的島上面。这是第一次在長江上面跨江啊！啊，這長江真的很寬闊。依山傍水，哇，真的很震撼。这船的玻璃还是特制的端庄的玻璃。现在船就已经离开白帝城，驶向了对岸。渡船真的很快，2分鐘只要打的轉就已經轉到對岸來了。我以為還要坐的5、6分鐘呢。那現在已經徹底離開了白帝城，來到了對岸。那我們可以徒步或者是坐纜車登上這的三峽之巔。三峽文化館的旁邊就是徒步路頭了，總長10公里，海拔差不多有1300多米吧，然後就可以到達三峽之巔。現在我們就在頹門的門邊上。三峽之巔1388。這邊有的赤甲樓，聽說這樓下面有猴子，我們去看。從這裡看三峽真的也很漂亮。我們3個人。其實現在我們已經正式進入頹門，然後一直往裡面走就是三峽。猴子就在樓下。楼下全都是猴子，但可惜這邊有的柵欄不讓你過去。猴子太熟了，每天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，真的很嫉妒啊！哇，這個步道很長啊，從這邊一路上山。已經爬了這麼遠了，1/4都沒到，那麼就繼續登頂吧。只爬了半山腰，現在才是要真正的上到這個三峽之巔，覺得還是坐索道輕鬆一點。可以看到這索道的斜度還是比較大的。已經坐纜車上來了，現在已經到達了三峽之巔，但去往之巔還要再走的1公里。可以看到這裡的風景真的很漂亮，哇！
這山上的溫度比山下至少冷了1倍。这亭子的风景真的是不錯。对面就是雲海啊。对面的盡頭就是天空，這感覺真的不一樣。那這就是重慶奉節三峽之巔。